我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我吃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。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？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常婉珍，你有心事啊？子君的事是不是让你不开心了？不会，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我都很开心，很快乐。你呢？你开心吗？是不是在为子君的事很担心？我不是担心，是难过。我没想到他连自己的骨肉都不放过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可能他是太爱你了，才会这么做。这是爱吗？换成是你，你会这样做吗？对不起，虽然我也很喜欢你，可是只是一条命，我下不了手。这就是你和子君不同的地方。我会好好对你的，你放心，你以后一定会很幸福。上天对我真好，在我最脆弱的时刻，让你来到我身边。我也相信这是上天的帮忙，要不然我做梦也别想娶到你。你还相信这个啊？当然了，你看我们都结婚了。这是良心为了赚钱随便乱说出来的。我不管，我只相信真心祈求，愿望就会实现。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干嘛？很晚了，准备睡觉。我们一起睡床上吧。不太好吧？你如果睡地板，我会睡不着的。这样，有了，有了，来，常婉珍，来，你睡在这里，我睡这里，这个放在中间。来，快点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为大家准备早餐呢。铁海，谢谢你。不，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常婉珍，晚安。晚安。常婉珍，我能不能握着你的手睡觉？
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奶奶，你躲在这里喝酒啊你？被你发现了。哎，很晚了，应该去睡觉了。不要，我还要喝。你刚才啊，在酒楼已经帮建海挡了不少酒了，你还要喝？够了。我还要继续喝。我今天很开心哦，建海结婚了。你妈妈还以为他这一辈子很难娶老婆，他娶了。建海结婚啊，奶奶的功劳最大了。如果奶奶真的那么厉害啊，早都变成金牌媒婆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家珍呢是建海的梦中情人，建海急着结婚，这个不稀奇啊。但是为什么家珍她也肯点头啊？因为是家珍要结婚呐。家珍要结婚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人呐就是这样，有些人呐遇到感情受伤啊就要逃避，另一个人呐，因为他是他的梦中情人，说什么就 OK。你说家珍在感情上受伤害？男朋友结婚拍喜帖，新娘不是他，你说惨不惨啊？那他岂不是把建海当成是替代品？他在利用建海。奶奶，这个婚不能结啊！嘘，你不要那么大声，你妈妈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不能让她知道，知道吗？奶奶啊，不行啊，奶奶，这为什么不行？又不是你结婚，还决定了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喜欢就好嘛。你不要告诉你妈妈，这样只能让她更担心。你怎么可以知情不报啊，奶奶？因为我喜欢家珍，建海也喜欢家珍，所以不要乱讲话，知道？当然煎的不好，对不起。姑姑啊，你的鸡蛋好像焦了。啊，不能吃就不要吃了。不会啊，很香脆，很好吃啊。奶奶，你的蛋黄太熟了，不能加面包吃。这样夹起来一样可以吃嘛。奶奶真有创意。今天的早餐做的不好，明天我会再加油的。没关系，你肯亲自动手做早餐给我们吃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去度蜜月啊？对啊，还要去度蜜月呢。这么大件的事情，你们都可以忘记呀？他们两个急着要结婚，哪里有时间安排度蜜月的事啊？对不对啊，建海？我忘了问家珍。不用度蜜月了。两个人出去玩很开心的，要不是建海急着要结婚，忙着催我们回来，我相信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死海做 SPA 嘛。不好意思，害你们不能玩得尽兴。是有点可惜。要旅游以后有的是机会啊。你大哥结婚，我让他们放假，你们也出去走走吧。是啊，你们想要去哪里呀？对啊，家珍，你想去哪里？我不能出国，我只拿了几天假期。那就多拿几天假吧。新婚嘛，出国走走也应该呀。奶奶啊，你一年到头四处跑，哪里最好玩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下次我跟建议要去旅行，你一定要介绍好地方让我们去啊。不用等下一次了，你们就跟建海一起出去走一走了。也好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吧。不了，我们才刚回来不久，我哪里都不想去。各位，我先上班了。哎，大哥，等等我，我还没换衣服呢。建海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跟大哥一起上班啊。今天是你新婚的第一天，你不应该好好的陪陪家珍吗？上班。哎，家珍，你想去哪里？去帕陀了。不如这样，我们两个陪奶奶出去走走，3个人一起去帕托。
不走了，不行了，我走了老半天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奶奶累了，让她休息。哎呀，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累呀，都是被你们害的。为什么？以前我一个人走啊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很快就到了。可是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一会儿让我看树啊、看花、看蜥蜴、看松鼠，没完没了的。奶奶，喝点水吧。没水喝了。没关系，我去前面买水。不用啦，很快就要回家了。奶奶，可是常文正也要喝水啊。不用，常文正，你陪奶奶一下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真的不用。看你抢了我阿姨的地位。阿姨，阿海以前对我特别好，把我排第一。你来了之后啊，我被排第二了。她还是很疼你的。你是阿一，我才是阿二。我不建议阿海把我排第二，我只希望你能把阿海排第一。不会的，光口说没有用啊，你要心里这么想才好啊。奶奶不贪心啊，奶奶不是要你马上把爱放第一啊。我希望啊，你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对他。阿海对你啊，真的是一心一意呀。我是不是不应该跟建海结婚？不是，能和你结婚是阿海的梦想。我只希望你们能够相爱，能够一辈子走完人生的路。你越说，我越觉得对不起建海。那就是没有用的，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要急着结婚呢？我对你的印象不错，也知道阿海是死心眼儿，我不反对，只想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。只要你们能够永远在一起相爱，我就满意了。家珍啊，奶奶把阿海交给你，希望你能帮我看住他，能给他快乐幸福。水来了，常文正，你的水。谢谢你，奶奶，这么多汗。哎，老板娘。哎，你 boss 呢？哦，他去了警局，是要协助调查那个食物被下毒的事件。妈，回来了。你找我？怎么说？到里面说吧。他们只是要了解我们是几点把饭送到，而下毒的人是什么时候动手的。真头痛，不能够亲自把顶嘎交到客户的手上，就会有这种顶嘎被偷啊、食物被破坏的情况。所以我说啊，如果我们要在餐饮业发展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减少外卖的订单，把我们的重心呢放在餐馆还有自助餐上。你又来了，你就是不放弃任何说服我赚跑道的机会啊！那当然了，你看看我们刚开张的便当店，哎，才刚开张哎，就已经是收支平衡了。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。话不要说得那么满，现在刚开张，顾客们都贪新鲜，想去试试，还不知道将来撑不撑得下去呢。一定可以的。你想想，我前阵子不是去度蜜月吗？而姑姑一个人就是两头跑啊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可以把重心呢放在快乐厨房上，而她呢就可以去专心她的便当店啊。你们要开餐馆，我没有太大的意见。可是外卖生意是一定要保留的，我们是靠这个起家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有不少忠实的客户，做人呐不能忘本。顶哥的生意，我决定留给建海。下毒的事件是个意外，以后大家加倍的小心就可以了。哎，还有，你们便当店呢才刚起步，你不要心急着扩展，要一步一步的来。放心吧，妈，我会一步一步来，一间一间慢慢的开。我今天早上去了警察局一趟，也证实了，在食物里头的麝香是子俊放的。真的是他？你应该很清楚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大哥，常文正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件事。不管他知不知道，他和这件事情是脱离不了关系的。不知者无罪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被热水弄伤和子俊下药这件事情是有关的？这也是子俊做的？不是，是菲菲的大哥。菲菲的大哥？
他误以为是家珍安排你下药，本来是要用热水泼家珍，结果却误伤了你。对不起，这件事都是我惹出来的。一个人的立场很重要，尤其是在感情上，如果摇摆不定的话，就会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误会，甚至还会害人害己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我明白。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告诉马德，那是因为我不希望他担心。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的把你们感情上的事情搞好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大哥。对不起啊，你们等我一下可以吗？我上个厕所。建海对你这么好，你应该不会伤害他。奶奶告诉我，你跟建海结婚，只是为了要争一口气。的确是想逼子俊早结婚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很自私？你掉进水里，需要一个浮木，刚好建海就在你身边，你就不顾一切把他抓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总有一天你上岸之后，那他怎么办？我嫁给他，就没有想要离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报恩，还是责任？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的话，我一定会反对的。我现在只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对待他，不要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我既然选择他，就不会放弃。请你相信我。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永远记住你今天所说过的话。如果你能够给建海带来幸福，我做大哥的一定会永远祝福你。不会让你失望。老板娘，哎，花枝妹啊，这个星期的优惠套餐卖的怎么样啊？反应还不错，顾客都很喜欢，尤其是那套，他又来了。哎，先生，对不起，你不能在这里掏钱的。我有开口要钱吗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，可以往里面坐。我这里不饿，这里很饿。好，我饥饿的不是肉体，是精神。先生啊，麻烦你离开好吗？我这里要做生意的。一身铜臭味，真是一群精神贫乏的人。可悲，可悲。他一定是神经病。你拿去遮太阳吧。阿婆，这些钱你拿去吧。不要你这么辛苦。哎，打抢啊！打抢啊！手啊！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你没事吧？我带你去医院好吗？哎，我成功了！我成功什么？赶不及回来做晚餐？是啊，我临时得帮学美佳丽做指甲，来不及回来了。我会打包回来的。算了。马登。马哥。哎，
就你们2个回来了。奶奶呢？奶奶回去无名岛了。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奶奶说跟不跟你说，她都要走的。奶奶就是这样，神出鬼没。你接触多了就习惯了。妈的，我肚子饿了，几点可以吃饭了？应该煮晚餐的人还没有回来，你说几点钟有饭吃？谁呀？还有谁？你大嫂啊，今天轮到她煮晚餐，她打电话来说临时接到工作了，还说要打包回来，我气死了，我自己来。妈的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我自己做，用不着帮忙。妈的，是我，你让我帮你好不好？我的厨艺不好，我想学一学。有心就好，厨艺是可以慢慢进步的。把菜给我洗了吧。哦。马德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或许大嫂真的很忙。你还帮他说话？哼！哎，你把人家当大嫂，人家有没有把你当弟妇？他要是对你好，结婚那天就不应该把茶喷在你的脸上。其实我们之前是有一些误会的。我不管是什么理由，做大嫂就应该有大嫂的样子。他以为公报私仇，没有人看得出来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反而是你这个做地府的，比他懂事大量多了。洗好了。嫌我唠叨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建海饿了。对呀，建海饿了。你赶快炒菜啊！好。哎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买了马来风光，炒香港面和粉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已经煮好了？是啊，家珍帮着我煮的。马德啊，不是说好我会打包回来的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必了吗？快吃吧，尝尝我新媳妇儿帮着我做的菜。哎，就当成是家菜好了。我们都是买了那些麻德爱吃的东西啊。你看，有马来风光啊，有炒饭啊，而且这个我喜欢吃白饭，不喜欢吃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而且我也不想我用心做出来的菜没人吃。大嫂，怎么会没人吃呢？人这么多，只怕东西不够吃，怎么会吃不完呢？就是嘛。来，妈，秋花她知道你喜欢吃马来风光啊。我吃不惯外面买来的东西。来，芬芬啊，你尝尝吧，这是家珍帮我做的。啊，爸爸，试试吧。自己吃啊。今天晚餐很丰富哦，大家吃多点吧。喂，怎么样？你好一点嘛？你呀，真是的，干嘛就是要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啊？偏要把那些食物全部都抢吃光啊！我是跟你妈都过不去啊！大家吃新媳妇煮的菜，就是不支持我。哪有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吃啊，就连家珍也有吃啊。是啊，大家都吃了，除了你妈的不肯吃。你也真是的，干嘛不打电话给我呢？偏要去打包，我可以帮你煮啊。我还以为亲自打电话给他比较有诚意啊。谁知道又搞成这个样子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算了啦。什么算了？我是在工作，不是出去玩啊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也生气；不打电话给他，他也生气。你妈的真的是很难伺候。他只是要我们一家人回来吃饭，有什么难伺候的？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呢？这里又不是兵营在受训。我不管了，总有一天呢，我会推翻这个莫名其妙的规矩。大家能够一起吃饭是福气，最多这样，明天我们早一点回来，煮一顿好吃的给他，他就气消啦。才怪啊！你刚才没有看到他新媳妇前新媳妇后，简直就在讽刺我。
还说什么新媳妇煮的菜，一吃就知道是你妈的煮的。你笑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只是笑你为什么要吃醋啊？啊，马德称赞他，没有称赞你，你就吃家珍的醋啊？我不甘心啊，输给新媳妇啊！哎呦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你不是跟建海学煮菜咯？你还说啊，我要煮的很好吃，让大家吃了都会哇一声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煮一顿好的给妈的，你要让她哇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哇，你没有忘记啊？上一次你煮的牛肉饭真的是哇，太难吃了！哎嘿嘿，啊，哇，爸，今天的早餐这么丰富啊！不是早餐了，是晚餐了。今天是家珍跟建海结婚3朝回门啊！家珍最喜欢吃我做的薄饼了。原来啊是要把女儿女婿喂饱饱。女儿嫁出去啊，就难得再吃家里的饭菜啦。他们常常回来，不是有的吃了吗？希望是这样啊。今天我一定要多做几道拿手好菜给他们吃。哎，我看我没时间开店了。你不开店啊？那我的工钱怎么算？啊？不开店当然是不发工钱啦。那我不就没有收入了吗？哇，今天我会很忙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帮我。帮你就有钱拿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还没有说要给你钱呢。我不管啊，我已经开工了，工钱照算。你看你啊，一天到晚满脑子只想着赚钱呢。没办法，德明马上就要交学费了，我啊是能赚多少就多少。你把自己搞得好像很贪钱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只是贪钱呐，我还见钱眼开呢。龙凤饼2盒，洋酒2瓶，猪脚2罐，都有了，都有了吗？齐了吧？齐了。妈，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今天是你3朝回门呐，等一会儿这些东西给你带回家。你奶奶还打电话过来，吩咐说一定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去。我爸很随和的，他没有要求的。要的，这是奶奶和马德的心意，一定要的。哇，马德，你们也太夸张了吧！礼俗是一定要做足的，不然的话叫人看了笑话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也快走吧啊！哦，对了，要是今天晚上亲家留你们吃晚饭的话，记得打个电话告诉我。可是马德，今晚轮到我们煮饭了。对呀，你们一定要赶回来，马德吃不惯外面打包的食物的。没关系啦，今天晚上我煮。马德，又是你煮啊？昨天晚上也是我煮的，今天晚上多煮一餐也没什么大不了啊。那我去上班了，今天晚上我会准时回来吃饭的。吃饭就准时，煮饭就不见人影。来喝茶。先给他们喝甜汤，新婚夫妻要甜甜蜜蜜。好，我马上去拿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忙进忙出。是啊，大嫂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我今天是女佣，有工钱拿的。建海啊，你也很客气啊，准备了那么多礼品，我们哪里吃得完呢？马德说这是礼俗，一定要遵守的。我爸很随便的，以后不要这么见外。你大哥呢？他不在家。他整天说他有落帮，一大早就出门了。是啊，你哥很少在家。不过爸已经告诉他，你今天回来就要早点回来吃饭。家珍啊，你住在建海的家还习惯吗？他家对我很好。哦，是吗？他对你也很好啊？谁呀？你是说亲家母啊？不是，是建海的大嫂。大嫂没什么的。没什么。他在人前呢是嬉皮笑脸的，背地里啊就偷偷的欺负家珍。他真的这样啊？大嫂，不要乱说啦。结婚那天，他不是故意打喷嚏，把茶喷到你脸上去吗？
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呀？爸，打喷嚏是不能控制的嘛。我看啊，他是故意借机会报仇。不会了，大嫂，你误会了。那为什么迟不打晚不打的，偏偏敬茶的时候就打喷嚏呢？难道是家珍故意把胡椒撒在茶里面啦？都说没事了。你说没事就没事。家珍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愉快，一定要告诉我啊。对啊，我们家的热线24小时为你开放，你随时可以打来求救啊。如果他敢欺负你啊，你哥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爸，大嫂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让家珍受委屈了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她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要算话啊。我一定做得到的。爸，我房间还有一些东西，我去收拾。以后大嫂可以睡我房间，哥就不用睡在这里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啊！你哥啊，他可以回自己房睡，那我跟德明的耳根就可以清静多了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，你陪我爸。哎，我有什么好陪的？你们坐吧，我要到厨房去忙。今晚给你们准备了很多好料啊。爸，对不起啊，今晚我们不能留下来陪你吃饭。今晚你不陪我吃饭啊？今晚刚好轮到建海要煮饭。常永真，没关系了。马德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如果我们要留下来的话，他会煮的，就没问题啦。你可以留下来吃饭，一家团聚。你忘了刚才马德说什么吗？他说吃饭就懂得回家，煮饭就跑得不见人影。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妈就真的很好，这么多人陪她吃饭。可怜你爸一个人冷冷清清的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有你跟德明陪我，还不是一样？爸，可是你不是……我又不是第一次一个人吃饭，没关系的。我先回房了。哎呀，是这样的啦，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，要留也留不住。我是你的媳妇，你要泼也泼不走的。爸，你忙什么？我帮你。我要包一些宫保鸡丁的材料，让家珍带回去。这些东西我家也有啊。家珍嫁给你，有你看着，就不大需要依赖我了。你是不是不放心家珍啊？家珍在家里排行最小，我跟杰奇都很疼她。她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长大，有不懂的地方，你要教她、提醒她。家珍的人这么好，大家都喜欢她。真的？哎，那你妈呢？也喜欢她？当然也喜欢啊。昨天他们两个下厨，马德还一直称赞家珍呢。这样就好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常常跟我报告家珍的情况。这是岳父的 order，OK？OK。谢谢你，下次再来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来呢是有目的的。那天我帮学美佳丽做美甲，你还满意吧？满意就是太满意呢，所以今天来找你谈合作。合作？你是做美容的，我们要怎么合作啊？我呢想搞一个美容配套，连美甲呢也包括在内。那你知道啦，我是开美容院的，没有美甲服务，所以就找你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顾客到你那里做美容，来我这里修指甲？没错，也就是把我的顾客变成你的顾客，也把你的顾客变成我的顾客。那好啊，那就是 win-win， 你赚钱，我也赚钱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合作愉快。对不起啊，小姐，我们已经关门了。现在才不过4点多，你这么早就关店？没办法，我约了老公。你应该考虑增加员工，就像我一样，人走开，生意照做。其实我早就有打算扩充店面，增加人手的。我们的美容配套一推出，你以后的顾客就会更多，营业时间就要延长。那我的顾客呢，多数是上班族，要下了班才能来。那如果你太早关店，恐怕时间就很难配合哦。放心吧，我会尽量调整的。今天晚上我会跟我老公说我要扩充的事。我果然没有找错人。那当然了。呀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哇，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东西啊。那当然啦，我下厨肯定是要煮我老婆爱吃的东西啊。说的那么好听，你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讨好妈的？我承认，我今天啊是想要将功赎罪。你有罪，我可没罪啊。好。你对妈的这么好，我会吃醋的。吃
吃什么醋啊？哎，我今天煮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爱吃的，你还不满意啊？你是在两边讨好。你跟马德呢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。我是希望你们能够和睦共处。说的那么严重，我们没有打仗啊。那我为什么每次都闻到有火药味？哎，再说你再说，我就不会去了。好啦，对不起啦啊，你还记得啊？回到家呢，不要惹马德生气。真聪明。马德，哎，这么早回来了？我跟建业买了很多东西，准备煮晚餐呢。哎呀，不必啦，家珍跟建海已经在做了。家珍不是回娘家吗？哼，人家3朝回门，还懂得赶回来煮饭，这就是诚意。哎，怎么了？马德说不用煮了。以后你们想煮饭了，早一点打个电话回家吗？哦，马德，胶布放在哪里啊？怎么了？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割伤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已经有水洗过了。不行，要消毒的，小心破伤风啊。厨房柜子里有消毒药水，我帮你弄。来来来。哦。爹，喂，不要这样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这样？你也看到了，你妈的是怎么跟我说话的？马德又没有说什么。他没说什么，他说我没有诚意啊。马德只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提早打电话回来。他根本就偏心，只是紧张家珍。刚才家珍是割到手啊，马德能够不管吗？他只是喜欢家珍，根本就不喜欢我。好了，对不起 ，OK。今天是我不好，是我多事。如果我们不回来煮饭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我已经看透了，我做的再多再好也是自讨没趣。我已经决定，不要再花时间跟心思讨好你妈的。喂，干嘛说这些灰心的话？不是吗？我花这么多时间在她身上，我得到什么？我宁愿花多点时间在我事业上。你又想干嘛了？我想扩充生意，当女强人。真的？有一个朋友呢，找我搞美容配套，他想把顾客拉到我店里。为了应付新的顾客群，我必须增加人手，延长营业时间。延长营业时间？那你要搞到几点才回家？很难说啊，10点、11点哦。不太好吧，这么晚？你是怕我不回来吃饭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担心啊，马德会误会你是有意要避开他。我是有意避开他，可是为了你，我还是会回来吃饭的。那怎么样？你要我们全家人等你到10点多才吃饭？爹，如果能请到员工，我这个当老板的，难道不能早一点回来吗？对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做生意的事情，等我们跟马德商量再说，好吗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跟他商量的。只不过我希望他不会说 no， 因为我是不会答应的。难得朋友找我做生意，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我在拼事业，你一定要支持我啊！哎，好吧。呀，试试看这个，很好吃的。这芥蓝炒得很不错，很清淡，很爽口。是建海跟家珍煮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小媳妇儿前途无量。是建海煮的，我只是帮忙洗洗切切。大厨师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洗洗切切。对啊，家珍以后一定会煮得很好。家珍啊，既然大家那么看好你，那以后我就全靠你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家珍那么会做菜，那以后如果赶不及回来，就拜托家珍帮忙。你不会介意吧，地夫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？其实，我想扩充美甲店，跟朋友合伙做生意。恭喜啊，大嫂，生意越做越大了。谢谢你。接下来呢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会延长营业时间，暂时抽不出时间回来做饭。所以你要把你煮饭的工作丢给家珍？妈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如果赶不及回来，才需要家珍的帮忙。不行，是你的工作就要你自己去做。但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帮家珍的。对啊，没问题的。你也没有问题。
我看还是让我来帮秋华煮好了。一个个的想造反了。妈的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也知道我厨艺那么差，煮的人辛苦，吃的人更辛苦啊。现在个个会煮的都肯出来帮忙，有什么不好？没有时间煮饭，就不要扩充生意。难道我们萧家养不起你吗？我不想当寄生虫，我想拥有自己的事业。妈的，秋华她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跟计划。我不管他有什么计划，他应该先把做人家老婆的本分做好了再说。我有哪一点做得不好？你说呢？我是建业的妈，你尊重过我吗？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尊重过我们？好了，爹，不要再说了，够了，我们吃饭吧，好不好？有话好好说嘛。我已经跟姐姐说了，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对不起，我不吃了。你看看你的老婆，一点规矩也没有。妈的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好好教她的。气都气饱了，不吃了。哎，爹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出去跟朋友谈合作的事。哎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明天再谈嘛。爹，让我出去透透气嘛！待在这里我会发疯的。爹，刚才的事情。刚才的事不要再提了，算了。喂，那你早点回来啊。来喝酒。喂，他们不是反对我们合作是吧？钱又不是他们出的，美甲店是我的，这是我的事业，什么时候轮到他们说话？那合作是一切照旧。当然，我答应过你的事就不反悔。有什么可以帮你吗？为什么你们水果不甜的？换一盘。可是都没人偷吃过啊。那你就送给他们吃啊。啊，对了，再来一盘小吃。是。是老公打来催你了吧？为什么不接？让他紧张一下，不要以为我这么容易哄。小姐，你看一下这个可以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你们怎么炸的这么硬？怎么吃啊？对不起。喂，你还真挑剔耶！男朋友来接我了，我得先走了。重色轻友。喂，难道你想我一辈子嫁不出去吗？好吧，快去快去，要不然嫁不出去啊，这样会算在我头上的。好，我先走了，你不要喝太多啊。拜拜拜。一下子说水果不甜，不然就是薯条太硬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搞不好他是电影明星啊，他在哪里啊？ 喏，这死巫婆，敢欺负我妹妹，碰她一脸茶，看我怎么羞辱你！塞马，给他一杯烈的，算我的。喂，你有什么居心啊？想灌醉她？灌醉她不是更好吗？省得你们的麻烦。也对。我没有叫酒啊。哦，因为我们的食物不好，这是表示我们的歉意。 谢啦。马德，我收到秋华的照片，他怎么会那样？你怎么也收到了？啊，我打个电话给他。喂，秋华，哎，要找你老婆，马上下来。喂，你是谁啊？ 火在闪耀什么？
明知我们的世界等不到爱降落，寂寞才刚刚来过，我却开始不经意又想你了。这场爱像个漩涡，深陷的是我。你的眼神清澈，却看不到寄托。爱在隔岸观火，没人能帮我。原来有些事不是付出就